大家好，现在的网上一边倒狂批王一博背后的乐华吸血，然而呢，最近一连串反常的操作真不是炒作，大号的无奈明明就写在杜华的脸上。他是个不容易的聪明人，毕竟他真的无法事事站在王一博的立场，特别是最高权力机关再次重拳出击。所谓唇亡齿寒，现在魔幻的事一再发生。一边王一博被各种红色的党媒官媒哄上了天，诡异的另一边，王一博照样少不了被党媒官媒长者口气的俯视和批评。毕竟申万我之前提到了，就连党媒官媒、喉舌大哥大央视，照样也完全收不到任何主流加顶流的李某峰风吹草动的塌房消息。申万的硬核频道中，似乎狡兔三窟的赵丽颖在这风暴之下，不说安全，也不算危险，这是为什么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也不想继续批判乐华了，因为每个人都不容易的情况下，所有的财富都要均富，所有的蛋糕都在缩小。如果您站在杜华的视角，您会不会理解申万我的视角呢？2022年11月16日晚，据相关媒体披露，乐华娱乐再次地表港交所主板，想在香港上市。今年3月，乐华娱乐首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但最终失败了。原因是投资者意向未达到其估值预期。乐华娱乐之所以这么着急上市，或许就是想趁王一博还在，趁王一博还当红，榨干他的价值吧。乐华娱乐的主营业务包括艺人管理、音乐、IP 制作及运营、泛娱乐业务。公司营收主要来自艺人管理，说的难听点就是高度依赖王一博。2019年到2021年以及2022年前9个月，乐华前10名艺人应占收入分别占同期总收入的 74.8%、83%、85.6% 及 87.2%， 其中王一博应占收入分别占同期总收入的 16.8%、36.7%、49.5% 及 58.8%。从2020年开始，乐华娱乐营收增长的 80% 以上来自王一博。王一博是2019年夏天爆红的，所以最近3年，王一博一个人撑起了乐华娱乐的半边天。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续约了4年，到2026年10月结束。同时，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的收入分成比例也从2019、2020年的37开转为2021、2022年的55开。或许在未来4年，王一博和公司的分成占比已经是64开了。如果乐华娱乐不提高王一博的分成占比，王一博肯定就不续约了。可以去别的大公司，也可以自己开公司。而乐华娱乐如果还想上市，肯定不能放王一博走。虽然乐华娱乐还有很多知名艺人，比如韩庚、孟美岐、吴宣仪、程潇、范丞丞、黄明昊、朱正廷等，但他们和王一博的吸金能力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当然，王一博也有隐患，如果他塌房了，对乐华娱乐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说到这，申问我想，您可能也会心有戚戚然了吧？党媒官媒个个都完完全全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李某峰意外塌房，连串出事后，王一博也短暂的陷入争议，但很快乐华娱乐就摆平了，惊出一身冷汗。当然了，这种摆平只是把内部的清查材料和政治表态撇清一次，表忠一次，输成一次。因为听党话，跟党走，不搞事情，是娱乐大公司的生存刚需，被扔掉的气足，无论曾经如何位高权重，只要放松了政治，就断送了明天，这是必须的。王一博目前还有4部电影存货，分别是《长空之王》、《热烈》、《无名》、《维和防暴队》。如果这4部电影没有达到票房预期，王一博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这就是乐华娱乐这么着急上市的原因。虽然已经在未来4年锁定了王一博，但谁也不敢保证王一博一直会红下去。如果乐华娱乐上市了，王一博塌房了，那倒霉的就是股民散户，资本家们或许早就套现了。这就是在商言商的资本属性，似乎大家都没必要一边看着人家血流成河，一边等着机会落井下石，踩上两脚。毕竟当年没有杜华的慧眼，也的的确确没有王一博的今天。申万我一直都提倡和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似乎本就是人之本性，
也是正能量的源泉，您说对不？现在连顶流加主流的元祖都能无预警塌房，您能确定诡异的2023年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吗？身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半个看透未来的神人都没有，有的只是善变的人心和永恒的政治。所以现在王一博、乐华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这是必须的。王一博单飞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那么您知道身问我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吗？提醒一下的还是魔幻的2022年加上诡异的2023年。稍后身问我还会应和道，早前娱乐江湖有一句话说得很贴切，那就是王一博没了乐华娱乐，就是少了一个拖后腿的经纪公司。乐华娱乐没了王一博，就像乐华娱乐没了。这是1年前内娱对于王一博与乐华娱乐关系的总结。也许在很多不了解的人眼中，一个公司怎么也不可能因为失去一个艺人就会倒闭，有点不可置信。但如果这家公司超过80%的营收都是因为这个艺人呢？因为想要上市的念头还在。乐华娱乐递交了2022年3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在报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乐华娱乐真的严重依赖头部艺人，也就是王一博。公司营收增长的80%以上都是靠的王一博。也就是说，如果乐华失去了王一博，那么公司会在短时间内入不敷出。由此，王一博对于乐华有多重要，可想而知。此前，王一博与乐华的签约10年，到期后续签了4年至2026年，也就是说，乐华娱乐还能安稳4年，杜华还有4年的时间可以躺着赚钱。根据报表，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的分成已经由2019年、2020年的3期开变成了2021年、2022年的5开，与公司正式做到了对半开。说实话，当看到这则消息时，粉丝们是不敢相信的。毕竟王一博这几年的辛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他辗转于机场到处赶通告，被私生围追堵截，被代拍对脸强拍，工作繁杂，私生活被打扰之下赚的辛苦钱，公司都拿走那么多了，结果乐华就连对艺人最基本的保护都不愿意做。从2019年到2022年，王一博最大的改变就是身边多了2个保镖，可以保护他不被私生骚扰。这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公司出面为他寻找的。至于一个经纪公司最应该做的公关，乐华那是什么都没做，就连最基本的告黑都没有。乐华的艺人粉丝对杜华没有好感，经常冲了这个老板的评论区的最大原因就是乐华无作为。其实不仅仅是其他艺人，就连给乐华赚钱超过80%的王一博被黑、被造谣，公司都不出面维护，更何况是其他艺人呢？问题是在老板杜华面临黑热搜上，那律师声明会以绝对的速度出现，然后他就去卖面膜，上直播间卖王一博签名照了，一定要把王一博的所有价值榨干。乐华娱乐再不好，王一博也是待了10多年，虽然不作为，但毕竟为王一博省去了很多后顾之忧。他不是一个愿意自己费心思单干的人，所以当初王一博选择续约，大家还是很理解的。其他经纪公司也不见得比乐华好多少，至少乐华他还熟悉，不需要重新打通关系。只能感慨杜华将自己活成了所有女人羡慕的模样，前半生靠韩庚，后半生靠王一博，自己找小鲜肉拍视频卖面膜，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不需要告黑，不需要费尽心思找资源。顶流王一博赚的钱还要分他一半，乐华娱乐撑起来需要一时，王一博独扛起了8斗，没有王一博，乐华就是真没了。那么现在呢？是不是情况变了呢？申万我铁口过，王一博长空之王撤档，跟赵丽颖野蛮生长改名，简直就是异曲同工之效。差别就是申万我常说的团队。当然了，赵丽颖和王一博都在申万我的视线中属于孤勇奔跑的人。然而呢，这次野蛮改名，明晃晃离不开高人指点，
即便小道消息都会吃着瓜皮，指点江山，带歪风向。但是在申万我的眼里，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必须的。对于赵丽颖而言，回马古偶这次真的很安全，因为很显然，在今年年底或者说是明年，电视圈将迎来古装剧井喷。在一众待播剧中，古偶剧的《安乐传》《宁安如梦》《浮屠缘》等等都是未播先火，预约的人数早已突破100万大关。而在仙偶剧中，竞争或许更为强烈，既有杨紫和张晚意的《长相思》，也有白鹿和罗云熙的《长月烬明》，还有肖战和任敏的《玉骨遥》。这些剧集可谓是人气一个比一个高，热度非凡。但要说给人最大的期待或者更多的情怀元素的话，那非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的作品《与凤行》了。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作品，以神君和魔族小凤凰之间的故事展开。凭借着2位主演的高人气，或者说是弥补《楚乔传2》迟迟未能开拍的遗憾，使得这部剧受到了大量的关注，未播先火。该剧不论是制作又或者演员阵容上，都有着诸多看点。再加上目前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后期制作，正式进入到备播剧中，即将来袭。最近大火宣传的《与凤行》，导演是邓科，编剧则是由作品原著作者九路飞香担当。前者也就是此前热度不俗的《赘婿》的导演，其指导水准还是非常高的。对于镜头语言的运用，每每都是恰到好处，该美的美，该慢的慢，该快的快，不拖泥带水，制作精良程度非常高。还有就是这部剧一直被大家称赞的地方，场景。虽然该剧是在横店拍摄，但是实景拍摄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从此前赵丽颖的世外散人的路透，再到此前预告中更加清晰和直观的场景，真的是可以用山清水秀、场景优美来形容。不论是建筑物的选取，又或者是实景拍摄地，都是非常高水准的制作，山水呼应，一砖一瓦都尽显古风之美，非常契合整部作品的风格。画风清新，画面有质感，看《与凤行》简直就是一幅山水大片，美不胜收。赵丽颖的古装造型一直都非常出挑，本身的清秀的五官以及甜美的气质，加上娇小的古装，驾驭起古装来非常显身材之余，也能更有古风古韵之美。如果说花千骨里的双丸子头更多还是偏甜美可爱，那么从《楚乔传》等作品开始，赵丽颖的古装则是飒爽中兼具柔美。在被大家吐槽显老态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后，产后复出的第一部古装剧《有匪》就凭借着干练的又美又飒，宣示自己古装依旧抗打。而这次的《与凤行》则是堪称美出天际，不论是此前的杀青特辑，又或是预告片，赵丽颖一袭白衣，经典的汉朝束发和妆容，整体显得非常洒脱和美丽。特别是在妆容略显美艳凌厉，手持长枪的造型非常的带入，颇有种一个眼神秒杀一切的女王气场。林更新在这几年的发展一直都像谜一样存在，本身在《楚乔传》后火到不行，但在随后的作品，不论是口碑又或者个人的表现，都有些差强人气。更是在直接摆烂后，曾经引以为傲的9亿少女的梦的颜值，都一度被调侃为油腻。但很显然，专心搞事业后的林更新，整体的实力和表现依旧抢眼，特别是在今年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那就是搭档谭松韵主演的都市剧《请叫我总监》非常火爆。林更新不仅演技出彩，形象也是又说回升，整体表现非常棒。而这次在《与凤行》里，则是凭借着自身的体型优势，彻底的拿回了自己在古装上的高颜值。不论是剧照海报中的一袭白衣，风度翩翩，儒雅非凡，又或者是预告中黑袍加身，嘴角噙血的战斗风，酷飒无比，还有雪中饮茶、猛男回眸等等片段，真的是可以用颜值回归、梦回宇文玥来形容。很明显，虽然林更新和赵丽颖的《楚乔传2》或许很难再等到了，
但是在与奉行中的两人，不论是妆发和造型，又或者是各自角色的定位设定，还有那绝配的 CP 感，真的是可以弥补《楚乔传》的遗憾了。与奉行的更多目光或许都聚焦在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之上。其实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堪称强大，整体的实力非常强，几乎都是演技颜值兼备，其中还不乏有多位我们熟知的老戏骨级别的实力派。首先就是这部剧的两位年轻的男配角辛云来和何宇，这两位都有着超高的颜值，也算是时下人气非常高的演员，前者也是有过非常多不错的作品，演技实力不俗。后者何宇则是出道不久，但是自身的实力和资源都很不错。这次虽然是按番位来说应该是男三，殊不知他在另一部《新仙剑》里饰演的是李逍遥，可见大家对其的喜爱和认可，发展前景非常不错。还有就是徐海乔和刘冠霖，这两位大家的老熟人了。特别是徐海乔在今年可谓是迎来了大丰收，先是《梦华录》的绝世渣男欧阳旭让大家又爱又恨，随后又在《苍兰诀》里和郭晓婷来了场师徒虐恋，为达目的心狠手辣的样子真的非常带入，演技实力可以说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曾黎和宣璐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女配角。曾黎在《好好说话》以及《星汉灿烂》里都有不俗的发挥，虽然已年过40，但颜值依旧抗打，古装的气质和韵味更是一绝。而宣璐则是大家公认的兼具颜值和演技的美女演员，这些年在各种热播剧里的表现都非常不错。特别出圈的就有《陈情令》的天下第一好的师姐，且是天下里那个又美又飒、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凤七梧，造型出挑，演技也足够出圈。除了这几位外，配角阵容中还有李佳琦、辣目洋子、邱心志、黄登登、董洁、陈震、张天阳等等诸多实力型演员，整体的实力可谓是非常强。该剧目前已经全面杀青，而预计的开播时间在影评平台上标注的是2023年，很大概率将会在明年的夏天或者暑期档开播。凭借着如此精良的制作，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二搭以及这么强大的配角阵容，一开播必定就是大热剧的有力争夺者。即便这次的回马构想和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完全背道而驰，申万我也讲过，安全至上的今天，留得青山在，才有柴火烧，或者说藏起大锋芒才能做镰刀，这希望您懂的。2022年的11月20日10点起，时代峰上中国文艺志愿者致敬大国重器特别节目将联动4级媒体线上播出，一博演唱的《追光的人》作为该节目的推广曲也正式发布。王一博这首《追光的人》就是致敬大国重器的建设者，在 MV 中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大国重器的发展速度，眼花缭乱的大国成绩，配合王一博舒适男孩的声线，流量再次成功燃烧了。这几年，王一博唱了很多正能量赞歌，抗疫歌曲《有你在身边》，抗疫歌曲《因为我们在一起》，5·4青年节青春诗会朗读，春晚扭起来，央视元宵青春恰时来，警察节渴望光荣。抗美援朝热血今朝，旁白中国再出发，28岁的你青春的模样，百年礼赞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伟大征程特区畅想曲，献礼国庆山河星光，致敬共产党平凡中的不平凡，冬奥主题曲东梦飞扬。警察节主题曲替我诉说，5·4青年节青春宇宙。25岁王一博祝福香港回归25周年现场 Stand Up， 王一博唱给回归祖国25年的香港，你好香港，央视中秋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全国消防日新歌炙热的梦，致敬大国重器特别节目推广曲《追光的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追光的人》阅读量已达到3.4亿，这种以亿为单位的流量变现，没有哪个党媒官媒不爱不关心的，这就是将流量的力量。喜欢王一博的粉丝们大多集中在少年、青年，
中年，这些人就会影响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用巨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将理想埋下一颗种子，致敬那些用青春改变世界、实现梦想的人，也吸引着未来可能成为建设者的人。当然了，巨额流量的身边总会出现居心叵测的人，例如黑心黑粉、造谣大号。这些人的存在，同样递交了许多让人侧目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同样是党媒官媒留心留意的，因为流量反噬的个案实在太多了。这2年压根就是数不胜数，就连央妈央爸也一天到晚应接不暇，穷于应付。所以有时候孤勇者靠自己还是不够的，因为你的手无法堵住人的口。有趣的是，在别的女星忙着拉帮结派时，赵丽颖已经靠单打独斗成为天选大女主。2022年11月8日，野蛮生长正式官宣改名为风吹半夏，此消息一出，瞬间引起争议。毕竟在剧情里，赵丽颖饰演的是半夏，而这也就意味着她再次成为大女主。要知道，自从2012年开始，赵丽颖就有点玄学体质在身上。彼时的谢娜怎么也没想到，她对赵丽颖的评价多年后竟一语成谶。继《陆贞传奇》之后，赵丽颖天选大女主的体质开始显露，从名字中就能体会到。2014年出演《杉杉来了》中的杉杉，2015年出演《花千骨》中的花千骨。当时这部剧一经播出，瞬间火爆全网。她不仅打破了仙侠剧一贯的男主打怪升级套路，开了大女主仙侠剧的先例，还一起成为中国首部播放量超过200亿的电视剧，刷新了内地周播剧收视纪录。而赵丽颖也凭借这部剧彻底打响名声。2016年《胭脂》中饰演蓝胭脂，2017年《楚乔传》中饰演楚乔，2018年《知否知否》中饰演明兰。据说这部剧最开始宣传的剧名可是《明兰传》，除此之外还有《幸福到万家》、《有匪》等等。正因如此，在野蛮生长正式官宣改名后，才会在采访中被犀利提问是不是只演大女主戏。对此他霸气回怼，递过来的剧本都是这样的。可又有谁知道农村背景的小土妞走到这一步经历了什么？先不说她拼了命的提升演技，在别的女性忙着抱团取暖时，她却敢单打独斗闯事业。2015年，赵丽颖因拍摄《蜀山战纪》结识了吴奇隆，对方不仅是主演还兼出品人，二人在片场一见如故。在这位前辈的指导下，赵丽颖以10万的友情价认购了吴奇隆旗下的稻草熊影业1%的股份。可别小看了这1%，据资料显示，截止2021年，公司市值已经飙升至71亿，换算下来，当初的1%就是7100万。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之后的赵丽颖加盟成了稻草熊子公司的股东兼法人，并靠着《楚乔传》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你看，赵丽颖活得比谁都明白。任达华为赵丽颖做的这件事，赵丽颖记了整整4年。2017年72层骑楼中，赵丽颖作为8位常驻嘉宾中唯一一位女性，享受了很多待遇，但也承受了不少压力。正因如此，老戏骨任达华给了他独一无二的照顾。一次，两人在废墟工厂中寻找线索，搬开墙画后露出了一间密室，可由于入口位置很高，赵丽无法进去，于是任达华二话不说，弯腰弓背让他踩着自己进去。但如果说仅凭这一件事就让赵丽颖念念不忘，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在整期节目中，任达华一直都是将她当女儿对待。比如在寻找丢失的鸳鸯配那期中，根据节目组给出的照片线索，张丽颖被指认为有重大嫌疑，可还没等她本人说话，任达华便上手护崽。除此之外，在录制节目过程中，赵丽颖摔倒膝盖受伤，也是华哥第一个上前并单膝跪地为其擦药膏。然而心酸的是，离开任达华后，几乎没人把赵丽颖当成公主对待过。或许正因如此，即便是此后两人再无合作，赵丽颖依旧记得这份恩情。2019年，任达华在广东中山参加商演时，被一位男子持刀重伤，而当时还在哺乳期的赵丽颖得知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托朋友前去看望。不仅如此，2021年任达华的新剧《误杀2》上映时，赵丽颖十分高调的包场支持，由此可见她的感恩之心。因为淋过雨，所以对别人的帮助10倍偿还，这就是赵丽颖的为人处事。就像申万我刚刚提到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就是将心比心，这就是以心换心，这就是赵丽颖。可遗憾的是，即便如此，她也总避免不了被质疑。此外，现在这个鬼聪明的赵丽颖对电影已经抱定有没有都可以的灵活态度了，因为大量的前车可鉴，特别是一天75元票房的烂梗，居然已经大咧咧变真出现了。2022年的11月4日，当天上映的6部新片中，有一部叫《林深时见录》电影，其一天票房仅75元，出场2个观众，怎么样？这种场景是不是让人梦回了40年前，甚至50年前呢？有意思的是，转天有网友在影评豆瓣的电影《林深时见录》介绍页面留言称自己就是2个观众之一，票房75元，我一个人贡献了70块，另一位是用了什么优惠券？气死！此语一出，立刻引来众人围观，想看看究竟是谁去看了这部电影，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这部电影的票房。大家蜂拥而至的好奇心，甚至令这部电影超越迪士尼的新剧《疯狂动物城家》，冲上了豆瓣实时热门影音第一。没多久，第2位观众出现了，因为 IP 地址显示为广东的网友跳出来说：“我是贡献那5块钱。”纠正一下，不是用的优惠券，是不小心点错又退票扣了5块钱手续费的。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手续费也算在票房里吗？2017年以后，线上购票服务费就开始被正式计入票房统计之中，只是这笔费用不参与最后的票房分成。线上渠道 App、网站等一般会收取2到6元的服务费，里面包含端口费，给你提供购票实时端口的渠道商；机具费，线下取票的设备；平台费，向你提供购票服务的平台；系统商费，票务系统。所以网友说的5块钱手续费也算符合事实。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林深时见录》首日综合票房为56元，综合票价28元，含手续费3元，没有退票。所以这部电影上映首日真的只有2位观众，但并非这2位网友综合票房其实连75元都没到。而称自己一个人贡献了70块的网友，随后也在豆瓣承认此事虚构。我是昨天看到一条微博，觉得很好笑，就来这边贫了一下嘴，没想到这样了，给各位道歉了。他是很明白自己拍电影得到的远不如拍电视剧得到的，毕竟在电影界他最多只是个镶边女主，而在剧圈完全可以称霸。如果他能在剧圈继续更远处更好的路，就没必要放弃优势，非要把艺术的路也走通。说到这，您的嘴巴有没有感觉到瞬间干涸，无语可说了呢？这感觉，相信电影圈的从业者个个都能感同身受，浑身难受。因为魔幻的2022年尚且如此，诡异的2023年会更好吗？申问我说过，今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这句话明年照样可以套用，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也没有任何迹象冬天解冻。现在如果可以在剧圈横行，就没必要去影圈当新人。不得不说，赵丽颖真的很聪明，鬼聪明。除非她后面担当了一个口碑票房都爆的电影女主，资本才可能闻着味找到她，然后她接着再用1、2部电影证明自己的票房号召力，才可能有稳定的好电影资源流入，开始良性循环。当然，她演技尚可，但也仍需磨练，稳步提升演技，积累口碑，擦亮挑电影剧本和班底的眼睛，抓住机会，也许某一天运气就到了。电影的表演思路与电视剧也大相径庭，赵丽颖还需要导演带教。但凡小荧幕能成功转型青衣，以后大荧幕还会有机会。小荧幕都等待转型成功，自然无需一口吞胖子，一次性全面开花了。兜兜转转，思思念念，说实在的，在乐华眼里，王一博就是一整场顶级流量的大男孩，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成功烙印和快乐足迹。
王一博肯定有海量的成长材料和税务材料，统统收在杜华的保险箱。这些材料，但凡一件，通过黑化的手段，都能让王一博绕不出话术。特别在这个风吹草动都是他防的大时代，黑白已经没有了界限，独善其身已经成了镜花水月。因为大时代的坑人自保程序已经开启，也就是说，邻居举报邻居阳性，闺蜜检举闺蜜违规。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多了，你再漂亮，再顶流，都是时代的尘沙，江河俱下，谁也无法躲藏。